刚刚干完活，东家在数钱了。哎，这就很棒。他们家这个地基也是我挖的，现在他这个地梁搞好了。今天叫我们过来回填。好多朋友看到我的视频之后，说我挖的地基里面没有放钢筋。我现在给你们解释一下，我挖了个地基，这是垫层，需要回填的这个位置是地梁，里面是放有钢筋的。左边里面这个地梁有个90公分高，我需要爬进去，所以首先要把这个地梁里面给填满，然后再把外面搞一车这个渣子，然后就像我这样可以爬上来了。里外两边都填上渣子，挖机放在上面，然后再把外面的砖渣子填进来。它这个房屋因为地方太窄了，所以拆完房子之后，这个砖渣子全部给拉出去了，然后等到现在回填的时候，又重新再拉回来。我看别的地方有很多人都用泥土回填，用这个砖渣子回填的话比较防潮，而且防下沉。现在我干活的思路就是帮外面他拉来砖渣子，扔到挖机后面填一条路，帮这个地梁填平，挖机然后再开过去。挖机往左边开，左边前面那里他堆的有土，那个是挖地机挖出来的土。我想把那边那堆渣子先填进来，然后再看一下，少了多少就拉多少。先帮这堆土稍微的挖平一下，然后挖机开到上面去。先把这一堆土全部填到里面去，然后再叫货车拉渣子。如果够了就不用拉了，少了再拉，需要多少拉多少。它这地方实在是太窄了，多一斗砖渣子没地方放，少一斗砖渣子又填不起来。再靠近这个地梁的位置，给它填一条路上来，斜着这么搞一条路，方便他以后用一个小推车推砖沙子。为了让他手推车以后推得轻松一点，我搞了几斗这个细土，填到这个砖渣子的缝里面填平，再用挖斗给它拍紧，方便他以后推小推车吧。用挖机狠狠地给它拍紧，挖机再来帮外面渣子甩到屋子里面来。在这个有个白色点，那个位置是一个化粪池。东家事先就跟我打个招呼了，化粪池千万不能压，不能停，一边搞一边退。再把它大门中间这个位置也给它全部拍紧。这边这间房子填好了，现在给它整平，先从地梁开始整。地梁用挖斗底板刮一下，用豆豉刮的话会给它刮坏。我整平这个地毯的方式，不是用豆豉给它刮平，而是用挖斗给它拍平。这样填的好处就是填得紧一点。那个坑里面的渣子还少了一点，从这边挖一点过去。用挖斗平，这么刮过来，把多余的土刮掉了，整过去的话很平整。干这种活，还是我这个没有间隙的挖斗比较好干一点。整平之后，再把地梁上面这个土刮干净。今天这个东家这个地梁还是很好填的。现在再帮外面砖渣子挖着，扔进来，需要多少拉多少。
在最角落，这个房子太远了，挖机直接扔，扔不过来，只能扔到这个中转站来转移一下。我先把这种预制板不太好整平的，先扔到这个下面，上面这一层我再扔砖渣纸。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挖的是这个坑，里面的渣子来填。这个不是随便挖的，我是为待会结尾的工作做铺垫。现在我不说，待会快干完了你们就知道了。这间房子这个位置还有个管子，东家再三交代，叫我千万不要把这个管子搞坏了，搞坏了不方便接。一样的方法给它按平。靠近管子里留了一个坑没有填，但是我还是需要把它土给预备出来。它这个管子没接上来，所以挖机没法填。把土给预备出来，留在这里，它以后人工填起来也会方便很多。每间房子都是一样的方法，用挖斗底板给它刮平，这样可以防止把地梁挖坏。我只是想了想，觉得我这台挖机还是太小了，所以我先把这边填掉一半。如果现在不填掉一半的话，我估计待会会更加麻烦。在这个地梁外面，履带下面还填有一堆砖渣子，是防止帮这个地梁压坏的。现在帮所有的渣子，除了履带下面那一堆以外，其他所有的砖渣子全部挖进来。挖机撑着开下去了。一边退一边给它整平。现在挖机下来了，再把外面这堆渣子全部扔进地梁里面。现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不把这个地梁事先给它填好了吗？这个地梁必须留在那里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实在是不太好操作。再把地上这些渣子什么的，用挖机豆板给它刮干净。待会它人工就不用铲了。这里虽然不大，但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啊。再把清理出来的渣子又填到的壤里面去。填满之后拍一拍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先填掉一半的原因，我怕挖机的臂太短了，前面那边拍不到。其实挖机的臂还是挺长的。再把这最后一斗多余的渣子装车。搞定干完了。还是这台挖机干活没有间隙，好干一点。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填完之后的效果。哎呀，挖机刚刚熄火，东家就在数钱了。这活干得很棒。